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一下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致命的未解之谜——通古斯大爆炸。我可以举个例子让你知道通古斯大爆炸的威力有多么恐怖。我们时间暂且回到1945年。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原子弹爆炸的瞬间，几乎将整个广岛夷为了平地，将近20万人飞命。之后的数十年间也寸草不生，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见识到了原子弹爆炸的威力，令人恐惧。但是如果拿这种威力和通古斯大爆炸相比，就像一个没长大的孩子过家家一样。据科学家计算，通古斯这次事件的威力是广岛事件威力的1000倍。爆炸的中心区域草木被烧焦，6000万棵树瞬间倒下，相当于整个深圳市的面积瞬间灰飞烟灭。就连70公里之外的人都能受到严重的创伤，甚至还有的人被巨大的声响震聋了耳朵。而且令人困惑的是，地球如此的大动作，居然至今我们找不到爆炸的原因，在100多年来给人类留下了种种的谜团。今天呢，我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探索这件事情的经过。时间我们再次回到1908年的一个早晨，太阳刚刚升起来，西伯利亚铁路上的居民就看到了一个也类似于太阳一样的火球在天空中划过，接着就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家中的玻璃被震碎了一地，大地瞬间也在摇晃，居民们吓得纷纷尖叫，并且倒在床底或者是桌子底下。庆幸的是，爆炸带来的冲击并没有再继续的延续，铁路沿线的居民也暂且保住了性命。但是后来才知道，这次爆炸的中心点居然离自己有600多公里远。600多公里，这是什么概念？为什么这么远自己能感觉到这么大的震撼力呢？就连远在欧洲的地震台都有检测到这次的爆炸。最远收到提示的是4000公里外的德国地震台，也能推算是整个墨西哥以东都受到了强大的冲击。而这次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因为大爆炸是在俄罗斯发生的。大家都认为俄国不久就会给全世界一个解释，但事实上几个月过去了，俄国对大爆炸方面是只字不提。然后就有国外的科学家向俄国申请，想要去通古斯进行实地考察，也被俄国拒绝了。后来全世界对俄国的猜测也是很多的，为什么不让外人看了，自己还拿不出一个解释呢？为什么偏偏会在西伯利亚中部发生的爆炸呢？是不是俄国在进行着某种秘密工作呢？因为所有国家在制作高级设备的时候，选址都会选择偏僻的沙漠或者是森林的地带。但是这种观点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科学家计算爆炸的数据，大概所用的量就是把全世界所有的量放在一起，它也不够。因为原子是之后的事情，在1908年那个时期还不存在有原子之类的武器，所以这次俄国的通古斯大爆炸并非人为事件。后来人们又猜测，是不是因为流星撞击地球所引起的呢？而且这颗流星的体积非常的大，落地之后也会剩下不少的残余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陨石。科学家如果说真的有大量的陨石，那么在陨石中含有大量的铁，那么就会找到一个很大的铁矿，其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那么这么大的爆炸不是人为的，那肯定就是流星。大家都是这么认为，所以他们还组织了科考队，其目的就是去寻找铁。后来苏联的科考队根据当地土著埃文基人所提供的线索，找到了爆炸中心的位置。但是科考队一到了位置才发现，这个猜测可能又是错误的。因为如果真的是行星撞击地球，那么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一定会出现环形山。所谓的环形山呢，就是四周隆起的大坑，这里丝毫没有。如果不找到环形山，那么陨石的碎片应该有一些吧，一块都没有。后来在绝望时也同时发生了战争，科考队的队长库利克和他的队员们上了前线，后来被捕了，最终队长死在了德国的战俘营。所以这次科考队调查和陨石撞击地球的线索就以失败告终了。那么这么大的爆炸肯定还另有起源。我们时间再来看二战结束后。二战结束之后，苏联有一个叫做卡赞采夫的物理学家就提出了一个观点，说通古斯大爆炸是外星人的手笔。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卡赞采夫也多次到达过通古斯，这也和当地的土著进行过多次的交流。在一位土著的族长那里发现了一份记录，里面的原话是这么说的：睁着火眼的铁鸟从天而降，变成了火球，烧毁了大片的森林，巨大的乌云腾空而起，遮蔽了天空，随后黑雨从天而降。从这段文字的记录明显就是人为现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现象和广岛事件的情景是非常的相似。铁鸟说的不就是类似于飞机吗？
空中出现的火球，那就说明飞机投掷了火球，巨大的乌云腾空而起，这不就是原子爆炸之后产生的蘑菇云吗？那么黑雨是什么呢？和广岛事件发生之后一样，都有同样的黑雨。如果全部都对应上了，那就可能还是通过原子造成的这次事件。但是当时的事件发生在1908年，全球是没有这种原子设备的。如果不是地球，那么就可能来自于外星。当大家都开始倾向这个观点的时候，并且卡扎奈夫还在事情发生的通古斯找到了一种未知的元素，这种元素和地球任何的一种已知元素都对应不上，唯一的可能它就不是来自于地球，是来自于地球以外的地方。但是我们只依靠一个未知的元素和一段土著人的日记，确实也无法确定事情的真相，只是推测。所以至今通古斯大爆炸的起因依旧是个未解的谜团。在事实上呢，这种不明原因的大事件呢，并非通古斯一例。比如我们据明代的史料记载，在公元1626年，京城的有一个地方叫做王工厂，也发生过一次类似的事件，同样是一个大火球从天而降，紧接着呢是惊天动地，威力达到什么程度呢？没了2万多人，就连紫禁城的皇太子都被倒塌的房屋给压没了，就连天启皇帝也险些丧命。但是诡异的是呢，好多没了的人啊，身体其实还是完好无损的，就是衣服被扯得半根纱都不剩。同样的事件呢，还有在1000年前的印度也发生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些事件和通古斯事件一样，至今的起因都是未解的谜团。虽然我们人类的文明已经很发达了，但是如果和大自然的力量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们众多神秘的未解之谜，不知还要多久我们才能找到答案。